1828年，业余制图师爱德华·奎因完成了他的巨作《历史地图集》。他过世后2年才出版。这本地图集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画成一束摇曳的光，吹散无知的云雾，揭开原本被笼罩的大陆和文明。从圣经开始，云雾的散去象征欧洲向外扩张。他所了解的世界只不过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周边那一带。时光向前推进，随着翻看地图集的每一页，从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到罗马帝国的崛起，我们认识的世界越来越大。到19世纪早期，云雾彻底散开，所有大陆都能看见，已经没有未被发现的土地。当然，如果是当时身处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或美洲的艺术家，焦点就会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起源故事，自己的一小块世界被各自的黑暗包围。而且这些云雾不只是地理上的，人类所有的探索都是从一片神秘的迷雾开始，只有在我们学到新东西后，迷雾才慢慢散开。就像地球表面最初被蒙蔽一样，神秘的云雾也包裹着宇宙。过去几百年间，我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天空，用最强大的望远镜一点点往宇宙深处窥探。我们看到了恒星和星系，黑洞和行星。我们甚至能回望130多亿年前，见到宇宙创生后遗留下的余晖。我们还能推断宇宙的未来，想象在数万亿年后，最后一颗恒星的余生，乃至更遥远的终局，当物质融化，黑洞蒸发。宇宙的秘密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宇宙迷云已被渐渐吹散。也许看起来，我们好像已经学完了关于宇宙的一切。可就像西蒙·纽科姆当年说我们已抵达天文学极限，结果在1888年后不久，他去世于1909年。那时爱因斯坦正颠覆物理学世界。事实证明，低估未来的发现绝对不是好主意。这就是科学家们如今所处的位置。他们站在复杂方程式、高深理论和各种非凡观测工具的高塔上，想要继续探看那片迷雾。不过，这次不是距离的迷雾，而是环绕在我们周围，存在于我们内心以及未来的那种云雾。这些是我们在宇宙地平线之外产生的新宇宙，或是遥远过去的宇宙，甚至在我们每一瞬间的思考里诞生的宇宙。随着我们对理论物理的理解越来越深，从前看似疯狂的想法已经慢慢走进可能甚至很可能的范围。多重宇宙理论层出不穷，想要解释我们和整个宇宙究竟是什么。有些说法提到无穷多平行世界，有些说法提到无限荒芜的虚无。科学家们正吹散这片不可知的宇宙迷雾，发现一个扭曲的俄罗斯套娃式无限层次就在彼此身边，也在我们体内。欢迎来到多重宇宙。根据欧洲太空总署的说法，可观测宇宙里大约有10的23次方颗恒星，遍布宇宙，形成庞大的丝状结构和星系团。不过从更私人的角度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出生时的夜空是什么样子？1920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举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辩论。哈罗·沙普利和希波克蒂斯就是当时台上辩论的2位大咖，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沙普利以绘制银河系恒星分布而闻名，柯蒂斯则是第一个在 M87 天体中看到那条细长物质流的人。当时他还不知道，其实他已经发现了从巨大黑洞喷出的相对论性喷流。他们辩论的主题是宇宙到底有多大？两派各自拿出论点。沙普利坚持宇宙很小，他认为银河系里的恒星就是全部宇宙，就这样，不存在更多东西。他也知道天文学家用望远镜看到了某些奇怪的漩涡星云，但他告诉观众，这些星云其实就埋在银河系的恒星群当中，
柯蒂斯对此提出反对，他可不信这个小小的宇宙说法，他反而认为宇宙非常大，大到超出大多数天文学家舒适区之外。他坚称这些漩涡星云并不在银河系内部，而是位于数百万光年之外。每个漩涡星云都是一个岛宇宙，也就是独立星系，拥有数十亿颗恒星。在银河系的边缘之外，还可能有数不清的星系。辩论最后落幕，观众像是跟着他们进行了场宇宙大冒险，但谁赢谁输并没定论。沙普利和柯蒂斯就此分道扬镳，宇宙到底有多大依旧没答案。然而局势很快就有了新进展。在美国的另一头，艾德温·哈勃刚加入加州的威尔逊山天文台，他打算一次性解决宇宙大小的谜团。时机正巧，因为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100英寸口径的胡克望远镜才刚装好，这是用来巡天和测量天体距离的理想设备，而哈勃的首要目标就是仙女座里那片模糊的星云。他知道以前的天文学家已经在仙女座星云里看到单独恒星，但它们离我们究竟多远？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距离比较近，亮度本来就很低，要么是非常遥远却非常明亮。其实证据已经累积了好几年。1917年，正是希伯柯蒂斯在仙女座星云里发现了一颗爆发中的新星，然后翻出更早的摄影底片，又找到了11颗新星，比任何已观测到的新星都要暗。可哈勃要找的并不是新星，而是那些亮度会有节奏变化的恒星。虽然很多恒星亮度会变，但哈勃要找的是一种特殊的变星——造父变星。这类恒星会有固定的节奏，一下变亮，一下变暗。1912年，亨利·埃塔斯旺勒维特发现，恒星的脉动周期长短跟它的真正亮度相关，亮度强的脉动得比较慢，亮度弱的脉动得比较快。所以，只要测出造父变星脉动的时长，就能推算出它真实的亮度。知道它的真正亮度，再根据望远镜里看见的亮度，就能计算出它距离我们多远。哈勃就是在找这种标准烛光，果然，他在仙女座那片模糊的光里找到了。当他测定这些变星脉动的周期，整个图景就立刻清晰了。哈勃观测到那些特别明亮的巨星，距离我们有好几十万光年，远在银河系之外。1924年，哈勃写信给沙普利，告诉他仙女座其实是个独立的星系，而且其他望远镜里看到的星云也必定是极远处的星系。那场大辩论算是尘埃落定，柯蒂斯说对了。沙普利则回应，这封信毁了我的宇宙。迷雾散尽，我们的宇宙一下子变得无比广大。在整个20世纪里，我们不断往更深处去探测宇宙。测量距离时，几百万光年变成了几百亿光年。不过，我们能看多远也有极限。1964年，科学家偶然侦测到来自天空各处的微弱电波，标示出我们的观测边界，也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它的光走了137亿年，为我们划出了地图的边缘，是可观测宇宙和不可观测区域之间的分界线。这当然会让我们问，那么在可观测宇宙之外，究竟有什么？在20世纪里，随着望远镜越做越大，天文学家看得越来越远，而理论学家也没闲着，不断拿起笔写出各种公式。基于爱因斯坦和弗里德曼的研究，他们已经构建出一个数学模型，可以描述整个宇宙。比利时的神父乔治·勒梅特发现，宇宙并非无限古老，而是在过去某个有限的时刻诞生。他把这个初始事件称为宇宙诞，就是宇宙的起源。自那场炽热的大爆炸以来，宇宙经历了数十亿年的膨胀和冷却变化。那么，他们的方程式对宇宙的大小有什么结论？他们发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观测宇宙，肯定只是更大整体的一小部分。
宇宙的年龄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只能看到那部分光能到达我们的区域。可是在可观测宇宙之外，必然还有更多宇宙，还有更多星系，更多恒星，更多行星。可是在那道地平线之外，又有多少东西？在这时，我们遇到了第一个无限。宇宙方程指出，空间在各个方向上可能都是无限延伸的。如果宇宙没有空间弯曲，那就得一路延伸到无穷。虽说宇宙从一个有限时间的起点爆炸而出，这听起来很怪，但数学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如果方程是对的，而现在的宇宙是无限的，那它自打出生起就一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它从一个无限密度的宇宙蛋开始，逐渐密度变得没那么高，而我们仅能看见那嵌在无限之中的小小区域，可观测宇宙。随着时间推移，按照这套理论，可观测的范围应该越来越大，我们迟早会接收到更多遥远恒星的光。如果我们等得足够久，甚至无限久，就可能把一切都看遍。至少当初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在20世纪末，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动摇了我们对宇宙的根本认知。1990年代末，天文学家宣布一个惊人的发现，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罪魁祸首是暗能量，一种充斥宇宙的神秘排斥力。原来星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快地拉开，那这对我们的可观测宇宙意味着啥？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星图会再度被黑暗吞没，我们会渐渐看不见本星系之外的那些星系。大约再过1000亿年，所有其他星系都会完全从视野里消失，只剩下一片漆黑。每一刻，我们能探索的宇宙就更少一分。天文学家估计，在我们的可观测宇宙里，大概存在2万亿个星系，但因为加速膨胀，差不多有9%9的星系都已经无法到达了。就算我们搭飞船，以接近光速飞去，也永远赶不上。虽然我们没法拜访那些遥远世界，也感受不到他们恒星的温暖，但仍能用推理来了解他们的大致情况。先从最简单的图景说起，世界之外，空间往各个方向无限延伸。我们这里的宇宙只是这片无限宇宙的一小部分，并不是跟我们完全相同，只是在特性上差不多，都是在大约140亿年前诞生，也一样拥有群星和星系。假设我们任意挑其中一个星系，在它那里，它就是自己可观测宇宙的中心，周围环绕着数万亿个星系。在这无限的宇宙中，它就是那片可观测泡泡的中心。就像美洲原住民会画出和英国人爱德华·奎因截然不同的历史地图，所以那些遥远星系也会有属于自己的视野。但有个关键差异，它们与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彻底分离的，也对我们毫无所知。因果不相连，也就意味着任何光线或讯号都不能互相传递，它们在彼此的世界之外，注定永远如此。就这样，虚空中一个又一个宇宙开始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先定个说法，像我们可观测宇宙这样的范围，我们就叫它一个宇宙。如此一来，世界之外就有无数其他宇宙，而包裹这一连串宇宙的整体叫什么呢？欢迎来到多重宇宙的第一层。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一种多重宇宙理论，还有很多其他版本。物理学家马克思·泰格马克把这种称为第一层多重宇宙。让我们深入看看，在这个第一层多重宇宙设想中，世界之外可能有无限多个和我们性质相似的宇宙，也许一样，拥有繁多恒星星系，也许同样孕育生命。不过，如果我们顺着逻辑再走远点，就会看到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第一层多重宇宙里，每个宇宙规模都差不多，原子数目也类似。可因为空间是无限的，就能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组合。在这无边的虚空里，有些宇宙会和我们的完全一样，
一点差别都没有。在那里也有和太阳一模一样的恒星，所在的银河系也一样，连地球都一模一样，拥有大陆、海洋、动植物，当然也有人类。所有你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和我们同样的生活，甚至还有另一个你正在看同样的视频。这种情形极其罕见，可再小的概率在无限当中依旧是无限。那么这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分身距离有多远？泰格马克估算大概是10的118次方公尺，比我们这个大约10的27次方公尺直径的宇宙大上太多太多。那儿和我们没有任何因果联系，所以你永远无法跟它碰面。可是在那无限空间里，它必然存在，与所有能发生的变体一起并存。只要有机会发生的事情，都必定在无限空间里的某个地方发生，也就是第一层多重宇宙中的某个角落。当然，我们一直被困在自己的可观测宇宙里，只能看见那块小小区域。无数平行世界都藏在世界之外。但这只是开始，这只是第一层，也只是从物理定律推演出的一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在马克思泰格马克的多重宇宙论里，还有另外3层，而且每迈进一层，我们对宇宙的看法就变得更离奇。为什么我们的宇宙会有这样一套物理定律？在20世纪里，随着我们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不断加深，这问题就越来越难忽视。1960年代，宇宙学家罗伯特·迪克说，重力和电磁力之间的平衡相当微妙。要是它们不平衡，恒星根本不会发光，生命也不可能出现。物理学家在各式各样的方程式里越琢磨，就发现更多这种精细调节的例子。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发现，只要合力稍微变动，整个宇宙就不会有碳存在。史蒂文·温伯格也提出，如果宇宙里暗能量更多，膨胀会快到恒星都无法形成。各种看似巧合的情况堆积在一起，证明如果我们的宇宙稍有不同，我们就不会存在。看起来，我们的宇宙刚好拥有允许生命复杂度的物理定律。重点就在这个形容词，我们的宇宙。从这里，我们就能逐步走向第2级多重宇宙。虽然创建第2级多重宇宙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先从暴胀说起，也就是在宇宙最初那一瞬间发生的快速膨胀。当阿兰·古斯最初提出暴胀时，他认为这个过程只发生在1/1000的1/1000的1/1000秒里，让宇宙变得均匀，还为星系形成埋下种子。它看起来是解释我们所见宇宙的关键。可问题马上出现了，让整个理论岌岌可危。在这样极短时间里，整个宇宙的暴胀要怎么同步？计算指出，暴胀结束时会相当混乱，有些地方暴胀只维持很短，一会儿就停，有些地方暴胀还在持续。这种混乱的退出方式看起来就是在宣告暴胀理论不成立。可暴胀实在太诱人，科学家没想放弃它。到了1980年代，经过一连串研究，新版暴胀理论诞生了。它的主要贡献者包括安德烈·林德、安德烈亚斯、阿尔布雷希特和保罗·斯坦哈德。在他们的第2波想法中，引入了一个关键元素——暴胀子。这个场在宇宙早期无所不在，为暴胀提供了动力。新版暴胀理论接受了原先的混乱退出。宇宙在不断膨胀时，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结束，而是一个个独立的宇宙从暴胀中不断结晶出来。在这种图景里，暴胀永不停歇，会一直持续到永远。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宇宙被结晶出来。在这样永恒的暴胀里，我们那第1层级无限延伸的多重宇宙只不过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彼此被不断膨胀的时空所分隔。我们就坐在可观测宇宙的中心，在可观测范围之外，还有更多我们永远无法探索的地方。
再往外，暴胀还在继续，把其他第一层级宇宙都带走，我们也永远不知道它们的存在。问题依旧很多，其中之一是宇宙到底怎么从永恒暴胀中诞生。有人提出，这过程就像打开汽水时冒出的气泡，而正是这种气泡诞生，为形成的宇宙定下了基本属性。不只是整体特性，连细节都在那时候敲定。这包含了物理定律本身。也就是说，在某些宇宙里，自然界的力会不一样；在另一些宇宙里，基本粒子的质量会变动。还有些宇宙，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数目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物理学家也想过，这些不同宇宙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得到一个冷峻的结论：几乎全部的宇宙都死气沉沉，没有生命所需的复杂度。可是在那无边无际的死寂宇宙海里，极少数能孕育生命的口袋就会存在。我们这个宇宙正好就碰巧出现在这寥寥无几的适宜区域里。在这个第二级多重宇宙的概念中，我们的第一层级宇宙只是众多可以孕育复杂度与生命的幸运儿之一。那些物理定律看似被巧妙调校，其实也可能只是无尽概率骰子的一次偶然。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第二级多重宇宙设想还有其他理论，也需要一个多重宇宙来容纳我们第一层级的存在。事实上，保罗·斯坦哈德这位在1980年代提出新版暴胀理论的人，还在一个全新的想法里扮演关键角色。在印度教的宇宙观里，宇宙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而是一次又一次循环，每次循环持续432万年。每一轮都会经历重生与完美，也有启蒙时刻。当它逐渐老去，宇宙会堕落与衰败，最终走向毁灭，然后再次重生。那物理世界呢？会不会也真的循环往复？自从现代宇宙学诞生以来，许多大佬都思考过这个问题。1920年代，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物理学家就探索过这个可能性。在他们用广义相对论推导出的宇宙学方程中，的确可以容许一个循环的宇宙。也有种想法说，我们的宇宙也许是一个无限循环中的某一环，相比无中生有，让人觉得更自在。但有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就是熵。熵代表无序程度，也代表宇宙无法避免的衰变。每时每刻，每一个过程，都会把有用的能量变成没用的能量。地球上的生命也都依赖能量的转化。不管是火把木头烧成灰，还是猎豹依靠食物去奔跑，能量都被消耗。虽然能源总量是守恒的，可是熵，也就是潜能到无序的过程，却不断增加。整个宇宙里，这不可避免。到了时间尽头，无序度比开始时更高，这是毋庸置疑的。假如宇宙只是一连串的循环，这种熵就会从上一代宇宙带到下一代。每个宇宙一开始就扛着过去所有宇宙累积下来的无序。如果循环是无穷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宇宙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秩序可言？熵的不断累积，让循环宇宙的点子几乎走进死胡同，被学界遗忘。不过，科学概念有时很难彻底死去，循环宇宙的点子也再次被拿出来改造。刚拿到诺贝尔奖的罗杰·彭罗斯就提出了共形循环宇宙理论。他认为，在我们宇宙极其遥远的未来，所有物质都会衰变到什么都不剩。这样一来，剩下的虚空宇宙会一直膨胀到永恒。当它大到某种程度，也足够空荡，整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简单，毫无特征，和大爆炸初期的宇宙一样。然后彭罗斯猜测，过去与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宇宙就在生与死之间不断循环。但这只是一个例子。1980年代，物理学家李斯莫林提出另一个点子，认为当恒星形成黑洞时，时空会被撕开，而这撕裂可能诞生一个全新的宇宙，不是在元宇宙里出生，而是生成一个全新时空。
要是这点子真的有一丁点可信度，那么我们这个宇宙里，每一秒都有新宇宙从恒星的死亡中诞生。但斯莫林还进一步提出一个想法，借用达尔文进化，他觉得婴儿宇宙或许会突变，和他的父母不一样，而差别就体现在这些基本物理定律。如果突变过度，重力太弱，或根本无法聚合出足够的原子来造恒星，那么这种婴儿宇宙就算是进化的死胡同。能成功形成恒星和黑洞的宇宙，才会生出更多新宇宙，逐渐在多重宇宙的族谱里占据主导。既然恒星是我们宇宙能孕育生命的必要条件，那么斯莫林的多重宇宙也可能充满生命。当然，斯莫林的宇宙自然选择里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假设，虽然想想很有趣，但并非所有人都买账。最后，循环宇宙理论最近又换了一种新形式，这一次是像凤凰涅槃那样浴火重生。想想凤凰，这只希腊神话里的不死鸟，一生一世周而复始，老了以后就自焚，而后从灰烬里重生，再展开新生命。这就带我们回到保罗斯坦哈德，他和尼尔图罗克一起，后来反而拒绝了自己当年提出的暴胀理论，转而提议了一个新的第二级多重宇宙，也就是创生宇宙。这个想法来自弦理论，他们认为我们整个宇宙在高维空间里就像一张随风飘扬的膜，当多张膜碰撞时，就会产生庞大能量，为宇宙带来物质，并让新生宇宙拥有低熵，摆脱了旧循环宇宙里熵不断累积的困扰，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如今，这个理论支持者其实不算多，很多物理学家对在高维空间漂浮的膜宇宙概念并不买单。可最近，这个想法却在更大圈子引起讨论，也许答案跟另一门复杂又惊人的理论有关，那就是艾德·威腾的研究。威腾的职业道路相当特别。1971年，他拿到历史和语言学的文凭，还搞过新闻和政治，读过经济学研究生，但又退学。一直到1976年，他才定下来，拿到理论物理博士，研究宇宙运作的根本原理。他在空间与时间拓扑学的数学见解，让他从一众物理学家里脱颖而出。1990年，他因为研究成绩拿到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而他其实不是数学家。可到那时，威腾已经盯上更庞大的目标，也就是物理学家一直梦想的一统理论，或者说一切理论。不过他并不是第一个尝试找这座物理学黄金国的人，之前也都失败了。为什么这么难？自然界4种基本力里，有3种能用量子力学描述，分别是强合力、弱合力和电磁力。可重力却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描述，是非量子化的，通过时空弯曲来解释引力。为何3种力用量子语言，一种力却用相对论语言？这一直困扰着物理学家。大家总觉得，或者说希望，宇宙真正的数学描述应该是单一而优雅的。所以物理学家长期以来都想要找这套万能理论。最早，西奥多·卡路扎和奥斯卡·克莱因曾试图把重力和电磁力统一到爱因斯坦的理论里，增加了更多维度，可还是以失败收场。许多大咖都在通往一切理论的路上败下阵，包括爱因斯坦本人、赫尔曼·外尔、亚瑟、爱丁顿和大卫·希尔伯特等等。一直到1970年代，又有个勇敢的新提案——超重力登场。它基于一种用来修补基本粒子理解的数学形式，也就是超对称。这玩意儿表示粒子会有奇怪的镜像伙伴，像电子应该对应一个超电子，夸克对应超夸克等等。更神奇的是，超重力里最好的数学描述似乎需要11维度。可随着科学家继续深挖，发现这个超重力预测的宇宙跟现实世界不太对盘，最终慢慢淡出科学舞台。1984年，超弦理论由迈克尔·格林和约翰·施瓦兹提出。
它的核心在于，所有基本粒子、电子、夸克、中微子其实都是同一样东西，就是微小弦圈的振动模式。不同的音符对应不同的粒子，就跟超重力一样，超弦理论也需要比我们日常更多的维度。它最初的数学形式甚至要用26维来描述，但后来慢慢稳定在11维，跟老祖宗超重力一脉相承。科学家还想了个方法，把多余的维度藏起来，也就是所谓的紧化，可能会形成像卡拉比丘空间那样的奇异几何形状，尺度小到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就像我们无法看见空气里的原子，也就不能看见这些微观维度。一开始大家都很兴奋，以为我们快找到一切理论了，一个能完整描述宇宙的终极方程。但再一次，他们的热情遇冷。他们原本期待有一个单纯又独特的数学结构，可理论越挖越深，分化出5条不同的路子。到了1990年代中期，这种挫折感已经达到沸点。就在1995年，每年一次的弦理论会议在加州大学举行，艾德威腾抛出一个新想法，或许那5种不同的弦理论其实是一体的，只是不同侧面。于是就诞生了 M 理论，也开启了第2次超弦革命。没人能说清 M 具体代表什么，有人说是神秘，也有人说是魔术。但对很多人来说，它指的是魔，意味着原本1维的弦在高维度里被展开成2维或者更高维的薄膜结构。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弦理论面临的一些数学难题，但也没真正解决。老实说， M 理论目前还称不上是一个成熟的理论，更像是一个方向或宏伟目标。可它至少让我们看清一个事实，一开始的希望是一切理论能干净利落地解释所有，比如电子的质量为什么是这样，引力为什么这么大。可是在 M 理论中，这些东西都不是绝对唯一的。M 理论认为，在最初那极度高温的时刻，宇宙一片简单与无差别。等它慢慢冷却下来，物理定律才像结晶一样成型。而这物理定律的成型方式并不止一种，可能有数不清的组合，这种组合都会导致不同的粒子质量或不同的力。物理学家称这无数种组合为弦理论风景。究竟有多少种解决方案？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是10的500次方，也许是无限多。我们的宇宙之所以看起来像是被精细调教，可能就只是又多了一次掷骰子的机会。有些物理学家更激进，认为这些不同的可能性不是只是想象出来，而是真实存在。在这种观点里，在 M 理论的多维空间中，每个膜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宇宙。这个多维空间被称为体 bulk， 里面漂浮着不计其数的膜，每个膜世界都拥有不同的物理定律，也就是说，处在弦理论风景里的不同坐标。这跟我们说的永恒暴胀的泡泡多重宇宙很像，大多数组合都只是一片寂静荒芜，偶尔才会诞生一个能形成星系和生命的幸运宇宙，我们所处的世界就刚好是这里。当然，因为 M 理论还不成熟，所以很多都还是猜测。我们不知道弦理论风景究竟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宇宙到底是不是那些在高维中漂浮的膜。可对某些物理学家来说， M 理论听起来就很对劲，而膜多重宇宙也就顺理成章。只有时间和大量数学努力，才会告诉我们真相。就这样，我们拨开层层迷雾，发现了各种可能的第2级多重宇宙，有些彼此冲突，有些能相辅相成，有些暂时受人瞩目，有些又被放在一边。我们那有限的可观测宇宙，也许只是无限多重宇宙里的一个，也许是某个永恒膨胀泡泡里结晶而成，也可能是从过去的宇宙里浴火重生，或者正浮在高维空间里。云雾稍微散了一点，这是终点吗？会不会已经够奇怪了？答案是一点都不。
如果我告诉你，你是永生的，也就是你会永远活下去，你会怎么想？如果我还能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挑战，你都能取得胜利，你会不会觉得这太不可思议？如果我告诉你，你肯定可以战胜疾病，甚至死亡，就算有人拿枪对着你的脑袋，我也能保证你活下来，你会不会觉得我疯了？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3层级，多重宇宙，这里真的能保证永生？让我们从一个看似简单但冲击力巨大的洞见开始，就是关于光的本质问题。到了1800年，光是波还是粒子的争论已经持续了100多年。可是，一项新的实验看起来要给出一个终极答案。实验者是托马斯·杨，这位博学多才的人被称为最后一个什么都懂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杨对医学、音乐和语言都有重大贡献。他还帮助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和罗塞塔石碑。可我们更关注他在物理领域的成就。在1801年的时候，他把惊人的才智用在了探究光的本质上。他的实验装置看起来很简单，只有一个光源和一个屏幕。在光源和屏幕之间，杨放了另一个带有2个狭缝的小屏。他推断，如果光是粒子，有些粒子会穿过这条狭缝，有些会穿过另一条狭缝，最后在远处的屏幕上形成2个亮斑。但如果光是波，那么波会同时穿过2个狭缝，并在屏幕上形成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杨在全黑环境中进行实验，让阳光通过一个小孔作为光源，然后观察屏幕。结果他看到了那美丽的干涉条纹，证明光是波。这种看法持续了大约1个世纪。可后来的量子物理又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量子力学的核心观点就是，一切看似连续的东西其实都是分立的量子化，光也不例外。是爱因斯坦首先提出了光的离散本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光子。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简单却非常根本的问题。如果量子力学认为光确实是粒子，那托马斯·杨的干涉实验又该怎么解释？于是，光究竟既是粒子又是波的这个奇怪二象性，就成了人们100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了解量子力学的语言。在伽利略和牛顿的时代，物体的描述都很明确。经典物理里，电子有固定的位置和速度。可在量子力学里，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确定的描述。在量子理论中，电子由波函数来描述，并没有单一的位置或速度。1926年，薛定谔推导出一个方程，让我们能计算波函数随时间的变化。用这个方程，我们就能算出光或者其他量子粒子是怎么通过阳的双缝。因为波函数是波，波会相互干涉，所以屏幕上就出现干涉现象。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其实还没完。让我们再做一次阳的实验。在1801年，他用照相底片来观测光的干涉。但现在，我们用电子探测器更精确地发现，屏幕上检测到的其实是一颗一颗的粒子。也就是说，光在传播时以波的形式制造干涉图案，可真正跟屏幕发生作用的却是一颗颗光子。所有量子粒子都这样。这才是问题的真正开始。那个蔓延在空间的波函数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电子或光子？量子力学的2位巨擘尼尔斯·波尔和维尔纳·海森堡最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们称这个方案为哥本哈根诠释，把观察者放进了实验里。在这里，波函数被解释成概率的波。1926年，马克思·波恩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他认为，你会在波函数概率振幅高的地方更容易找到光子或电子。但要让你真正检测到一个具体粒子，就需要波函数塌缩。当你发射一个粒子时，它的波函数会展开，通过2个狭缝并产生干涉，可在屏幕上最终塌缩成一个点。
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粒子会落在屏幕哪个位置，只能说它受概率振幅的分布影响。过去100多年里，许多实验用光子、电子等都验证了这些说法。但哥本哈根诠释依然有个大问题，在这个成功的数学理论里，找不到波函数塌缩的具体机制。塌缩就像被硬塞进理论的补丁，没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它。这就是物理学里争议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叫做测量问题。有人说，检测本身会让波函数塌缩。冯诺依曼甚至提出，必须有意识的观察者才能触发塌缩。这就带来了奇怪的问题：难道在世界上第一个有意识的生物出现之前，所有波函数都没塌缩过吗？尽管如此，哥本哈根诠释还是很流行，常常是教量子力学时最先介绍的版本。可对很多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来说，波函数塌缩很让人不舒服。例如，肖恩·卡罗尔就说，这种塌缩的概念应该让物理学家感到非常尴尬。于是，就有了其他诠释。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多世界诠释。1942年，12岁的休·埃弗雷特3世曾写信给爱因斯坦。12年后的1954年，这个倔强的年轻人在深夜喝酒时讨论量子力学里那些荒谬的事，想要硬着头皮把数学推到底，不管它会导致多么疯狂的现实结论。他想正面解决测量问题。哥本哈根诠释依赖所谓的海森堡切割，把量子奇异性和宏观世界分开。而埃弗雷特完全不接受这种做法，他干脆把波函数塌缩的概念丢到了一边。先想象一个实验室里做实验，传统观点认为实验者和实验装置是分开的，实验者只是在外面观察。可埃弗雷特发现，这样的说法不可能正确。实验装置本身是由电子和原子核组成的，它们都有各自的量子波函数。实验者也是如此。要完整描述这个实验室，就要把实验和实验者一起写成一个波函数的叠加。整个实验室都是一个巨大的叠加态。埃弗雷特还意识到，实验室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宇宙的总波函数，也就是整体的波函数，包含了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信息。如果是这样，那量子力学的概率性又去哪儿了？埃弗雷特认为，宇宙的波函数不仅仅对应我们的这个宇宙，还对应所有可能出现的宇宙。在这些平行宇宙里，电子可能处在不同的叠加态。当你去观测电子，等于切断了多个宇宙之间的联系，让它们相互退相干。在某些宇宙里，你测到电子是状态 A， 在另一些宇宙里，你测到电子是状态 B。 别忘了，你自己也是宇宙波函数的一部分。所以在某些分支里，你看到电子是 A， 而在另一些分支里，你看到电子是 B。 每一次量子测量都会让宇宙分裂出不同的未来。在多世界诠释里，那些其他宇宙和我们的宇宙一样真实。在相近的分支里，你跟现在的你几乎一模一样。在更远的分支里，你甚至从没存在过。这听上去像我们之前提到的第一层级多重宇宙，但在实际上，第三层级多重宇宙更为彻底。因为每个分裂出来的宇宙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第一层级或第二层级多重宇宙，那是真正的无限套着无限。从杨纳尔看似简单的双缝实验，我们一路走到第三层级多重宇宙。当我们不再使用波函数塌缩的概念，就会得到无穷无尽的平行宇宙海洋。有些物理学家不认同这个观点，觉得它太浪费。诺贝尔奖得主杰拉德·图赫特还说过，这么多平行世界，只是因为物理学家说不清哪一个才是真的。的确，埃弗雷特的观点在他生前并没有得到多少认可。他在拿到博士学位后就离开物理界，去当计算机程序员，最后在1981年因心脏病去世。可他留下的想法在新一代物理学家中产生了共鸣。有人认为，
这是量子力学各种诠释中唯一真正说得通的方案，也是解释波函数塌缩的方式。不过，还是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尤其是意识的问题。当宇宙分裂时，你本人会怎样？想象你有一枚硬币，是完美公平的。如果掷出反面，你就会被处决，正面则能活下去。你不停地扔这枚硬币，最终一定会输。这是哥本哈根诠释下的结局。可是在多世界里，每次投掷都会让宇宙分裂成2个分支，一个分支里是正面，你活下去，另一个是反面，你死去。其中就会有一个分支里，你每次都活了下来。那掷硬币的人究竟会体验到哪条分支呢？因为意识之谜，我们也说不清。也许你觉得我们已经把多重宇宙的想法说到底了，但想走到第4层级多重宇宙，就必须完全抛弃对现实的认知。在那里，我们可能不过是某种数学幻梦。什么是现实？当你四处看看，感觉好像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你身边的东西，有的很坚固，有的成液体，还有的像空气一样飘忽。可你应该明白，这些表象只是幻觉。要是你看得足够仔细，就会发现一切都是由原子所组成，各种分子也是由原子拼起来的。但我们还能进一步拆解现实。原子可以被拆分成更小的部分，比如电子和夸克。这些基本粒子就是最纯粹的现实吗？其实不然，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它们是如何通过基本力来相互作用。当然，这一切都用数学来描述，数和方程描绘了我们的现实。可这些描写现实的规则究竟存在在哪里？听起来好像很怪异。那些用数学语言写下的规则又能存在哪个地方呢？这就带我们来到马克思·泰格马克所说的第4层级多重宇宙。在这个多重宇宙里，全都是数学结构，包含了所有可能性。这些数学结构能编码各种形态的宇宙。在这个第4层级多重宇宙中，你能找到所有其他的多重宇宙。它是各种现实的终极集合。的确，这个理论和模拟假说很相似，也就是说，我们的现实不过是更高层宇宙里某台超级电脑运行的程序，而我们的存在只是那里随手编写的玩物。不过，第4层级多重宇宙可不只是台实体电脑，它更像是纯粹的数学所构成的存在。如今，我们已经走到层层推测和理论的边缘。这就是多重宇宙的终极视角。当初我们只是看向地平线，好奇那后面有什么。结果现在，我们却在思考现实意义，也在怀疑自身存在。很明显，多重宇宙并不是某个单一概念，它更像是一袋子各种想法，有些基于坚实的科学，有些则接近科幻。不过，在结束探索前，有必要提醒一句，大众场合里关于多重宇宙的讨论常常会吵得面红耳赤。对某些物理学家来说，多重宇宙看起来必然存在。像永恒膨胀这类想法实在太诱人，让人难以否认。另一些物理学家则笃信膜理论以及弦理论所揭示的可能性，甚至连看似简单的好奇，比如暗能量和我们宇宙世界，也会暗示某种多重宇宙的存在。不过，也有人强烈反对多重宇宙的概念。在他们看来，那些永远无法触及的宇宙，说出来就很不科学。他们觉得，只有能被科学检验的观点，才算是科学。所以那些永远无法被望远镜或显微镜看见的平行宇宙，理应从科学里剔除。但事实上，双方都还没有占据科学的制高点。实际上，我们对多重宇宙的想法还太初级，无法真正衡量它们是否科学。或许有些基础数学已经建立，
但依然有许多未知。比如宇宙是如何从永恒膨胀中凝结成形，这些难题还没有答案。弦理论虽然很热门，却始终缺乏确凿证据。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有不少激烈的支持者，但也只是种说法。而泰格马克那关于第4层级多重宇宙的数学结构，目前也只是个梦想。可这并不代表多重宇宙就会永远无法触及。只要我们在数学上多下功夫，也许就能找到通往平行世界的裂缝。我们或许还能发现更复杂的时空结构，就像虫洞的概念，让那些看似不可见的东西浮现眼前。有人甚至认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模式里可能写满了这些线索。他们声称，那些模式也许是多重维度里不同宇宙碰撞留下的印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可能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究竟是平坦并因此无限，还是只因为太大，以至于我们看不出弯曲。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仍在继续。不过，现在想要接触或证明那些平行世界，还只是痴心妄想。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的理论会被发展成什么样子，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有朝一日透过望远镜看到多重宇宙，或在实验室里研究到它。或许它会永远藏在迷雾之中。